很多人以为练好表情管理就会有舞感，但其实真正跳舞的感觉根本不在表情。看到区别了吗？左边有表情，但却不自然；右边这种是不是你想要的？其实跳舞有感觉这个事儿没有那么难。在我近20多年的教学中，就遇到不少学生在动作还没有做到位时，因为感觉到位了，表演质量直接高一个档次。而这样的事儿也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，只要你掌握3个跳舞自带感觉的关键。第一点，让我们从这个关键问题开始：如果感觉不在脸上，那在哪里？相信喜欢分析行为学的朋友都不陌生。一个人捏着鼻梁根部时，可能正在承受高强度的认知负荷；双手抱在胸前时，可能是在不熟悉的环境自我保护。如果一群人在聊天，然后你发现我站立，但重心落在后腿上，那就是我已经很想撤退了。在约会的时候，2个人如果身体都前倾，表示十分投机；反之，这可能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了。但这跟舞感又有什么关系？要知道，舞蹈是不说话的肢体艺术，我们的真实情感都藏在每一个动作中。一个走的动作，身体就能表达出很多不一样的感觉，脸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。我们甚至可以不要脸，但是我们不能没有身体。所以，拥有舞感的第一个关键是知道如何运用身体。具体怎么做呢？比如这个动作，你想要抓住一个你非常渴望的东西，可以是物件，是人，是梦想。我们要怎么表达，并不是靠脸，而是靠你的身体。看起来难度很大，其实不然。你要做的其实是放大你的体感。你想抓住它，但是你抓不到，所以你把手够得更远。这时，如果你再跟着我尝试的话，你会发现自己的手臂、肩膀、腹部肌肉都有被拉开的感觉。这个拉开的体感就是你舞感的来源。再来看一次，很想抓住一个东西。抓住一个东西，看到区别了吗？很多人的情感和动作是断联的，就是因为不知道具体该如何运用身体，而这个方法给了你一个很明确的舞感入口。我的学生最近就用这个方法，知道了什么时候延伸，什么时候放松，什么时候用力，舞感有了很大的提升。同时，当你的身体在体验这种感觉时，情绪会被激活，你的脸和眼神都开始散发一种挣扎的感觉。但这个时候的表情是真实的，而不是强加在脸上的尴尬状态。这个现象在科学上叫具身认知。Embodied cognition， 然后情绪又反过来影响你的身体，形成一个感受循环。当你看到舞者在表演时充满感染力，就是因为每个动作他们都在感知身体。从一种体感切换到下一个，力量就有了强弱，速度就有了快慢，情绪就有了起伏。而这一切都源于最简单的从一个动作开始感受。可能有人会问，那 K-pop 和街舞里面不是有很多面部表情吗？看着很有个性，很酷啊。没错，但那些表情只有在身体先感受到的前提下，才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，不然就会很尴尬。然而，感受身体只是一半，我们还要学会感受一样东西，它能在你还没开始动之前，就已经悄悄地改变了你的心跳、呼吸，甚至你肌肉的状态。能猜到是什么吗？看我跳一跳，你就知道了。对了，如果你想更快速地启动全身的感知力，我的陪伴式互动学舞方案就是专门帮你做这件事的。针对30岁以上的舞蹈零基础女性，根据你的身体节奏，给予安全高效的个性化辅导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来加入我。现在，请边看我跳边猜猜，除了身体，我们还需要学会感受一样什么东西。没错，这就是音乐的魔力。这首歌它给我的感觉是宽阔的、遥远洒脱、充满爱的。我在听的时候，整个人就感觉像泡腾片掉进水里被泡开的感觉，然后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像气泡一样，要把这首歌的感觉散发出来。所以，拥有舞感的第2个关键在于学会感知音乐。你可能会想，这不是废话吗？跳舞当然要跟着音乐走，但这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基础。注意，我们要听的不光是音乐的节奏，还要吸收它的感觉，并让它给动作赋予灵感。
音乐里有很多信息，我们要通过歌词、旋律、节奏找到不一样的能量和感觉，并让它们带着我们去跳舞。再给大家用同一个动作配2个不同的音乐举例看看。比如这组音乐，这个鼓声感觉把我的动作都震出来了，非常的有力，所以我的动作也变得干脆有爆发力。而 Billie Eilish 的这首歌，它有一种悲伤无助的感觉，触动着内心最深处的脆弱，所以我的动作无力、缓慢，但又很敏感。分享一个小窍门，大家可以在跳之前先听一遍音乐，捕捉这种感觉，让自己沉浸到音乐里去。这一步很重要，因为感觉没抓住，动作就没有灵魂。还有就是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主旋律，有些人天生对快乐敏感，而我就爱悲伤的东西，所以先从能打动你的音乐入手，会更加容易找到感觉。当你的动作与音乐的感觉紧密贴合，回应，舞感就出来了。但我知道你现在很可能眼睛看懂了，自己跳时音乐一放却啥感觉也出不来。就像我自己的一些学生，明明动作节奏都对，但跳起来却有点像广播体操。其实我们不难知道，跳舞有感觉，前提是你得要有感知力，这个能力越强，能表达的就越丰富。刚才这个感知音乐的方法，有些人听完能马上就用起来，但很多朋友感官却还没有被激活，所以上面的方法就用不上。这个时候就要用到跳舞自带感觉的第3个关键，就是用技巧先激活自己的感知力，帮自己进入状态，这样音乐一起，感觉就来了。大家先来看看这支舞，现在让我们来对比这个版本。左边版本，我在场景、妆容和服装上都花了心思，有情调的灯光、亲密的空间、适合角色的妆容，以及凸显女性曲线的服装发型，瞬间就把这支舞的优雅和魅力都衬托出来了。而右边的版本，我虽然跳着同样的舞，但我在厨房穿着拖鞋睡衣跳，这感觉怎么又能出来呢？所以第一个技巧是给自己创造氛围感和角色感，用穿搭找到人物形象特别管用，再去到特定的场地或者在家里创造空间，体验这种氛围。如果在公众场合，你不一定要跳，但是一定要记住那个空间给你带来的感觉。这种从外部创造状态的方法，能快速的刺激你的感官，帮你切换到角色里。但如果你想让感觉更深刻、更持久，还需要学会从内心出发去刺激它。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。我天生就假小子的性格，刚接触爵士舞的时候，还是比较难找到那种感觉的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在家喝酒，关了灯，点了蜡烛，放上了爵士乐，喝着喝着我就开始跳舞，那种朦胧、连绵、多情的感觉，在那个氛围里瞬间就出现了。那次之后，这种舞感就留在了我的身体里。我不是鼓励大家都去喝酒，但我想说的是，有时候你需要真实的经历那个感觉，才能让它刻进你的身体。所以第2个技巧是创造或回忆经历，从经历里找到感觉。比如你要跳一段悲伤的舞，回忆那种情绪，并带着它去跳。当你学会用这2个技巧帮自己进入状态，你的舞蹈会给你惊喜。还记得我开头说的吗？有些学生动作还有待提升，但跳起来就是有感觉。其实说到底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情感丰富，并不怕表现自己，不管是美好面还是脆弱面。刚刚我分享的3个关键，感知身体、感知音乐和激活感知，其实都离不开这个本质。但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控制情绪，要收敛，要规矩。久而久之，我们习惯了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，变得拘谨，不会放松。但跳舞却恰恰相反，它需要你把自己打开，对世界充满好奇，敏锐并强烈的去感知，并不设防备的让自己去感受、被影响，让情绪发出来，并感受它们的强烈程度。比如，非常紧张是什么感觉？一点点紧张又是什么感觉？这些都会变成我们日后跳舞的情感参考。所以，千万不要吝啬你的情感。但我知道这些现在对你来说都还只是概念，我们自己在家又该怎么练呢？那你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视频，
在60分钟的真实课堂里，我会带着你边练边讲边感受跳舞该有的感觉。当你打开了这扇感受之门，你的舞蹈自然就充满了生命力。